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西魔复活》。本作发售于1987年，红白机的版本发售于1988年，比本作要晚一年。到了红白机的版本，游戏的世界观、剧情方面设定更加的细致。实际上，《西魔复活》这个名字也是红白机才有的，街机版呢叫做《生化尖兵》。街机版本的主人公叫做拉德斯宾塞，他的装备除了常规的枪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生化手臂。这个手臂可以把人荡出去，可以抓取上方的平台，也可以勾取物品。但是拥有这个手臂的副作用就是人物不能跳跃了。这一点在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里边真的非常罕见。主人公的目的是阻止敌方的导弹发射。另外，敌方的最终 BOSS 名字叫做地主仔。实际上，红白机的《西魔复活》在发售全球版本的时候，也对游戏的剧情方面进行了修改。比如说，最终 BOSS 名字就改成了威茨曼，并且敌方这个组织的标志也改成了鹰。这一点其实可以理解，可能早期这款游戏立项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，但是我还是认为做游戏的话，尽量不要使用现实当中的人物或者是事件。你总会遇到一些问题。游戏小范围的传播还可以，当你面对着大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玩家的时候，总会有人觉得当中的一些元素让他不舒服。游戏的基本系统还是非常简单的，枪械方面有几种，但是每种的差距不是很大。我如果遇到了，尽量都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截止到目前，可能已经演示了3种枪械了。另外，枪械也是有组件的，除了基本的枪的类型之外，还有一个枪管的部件。这个部件的作用可能是增加射速、射程或者威力之类的，但是在游戏当中的实际表现并不明显。操作方面只有2个按键。一个是枪械的攻击，另外一个就是本作的核心生化手臂。这个手臂最常用的操作是向上方或者是斜上方进行投射。如果你抓住了上方或者是斜上方的平台的话，你再次按手臂键会把人物快速的拉向这个平台。如果向斜上方投射手臂勾住了平台的话，配合方向可以把人物荡出去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。游戏有一些特定的位置会用到，熟悉这些操作的细节对咱们的通关是有很大帮助的。这里就来到了第3关。这款游戏的流程一共是5关，并不长，10分钟出头就可以通关。我相信很多高手玩的话，不到10分钟也就能够通了。但是这款游戏的难度曲线并不合理，后面的3关难度很高，这也是非常早期的街机游戏的通病了。大家想一下，1987年出品，距今已经35年了，35年的时间，这是几代玩家了呀？游戏蛮荒时代的迭代还是很慢的，感觉7、8年，大家玩的东西才不太一样。但是现在感觉3年左右，游戏就已经迭代了。游戏进行到这里只经历了5分钟，但是难度已经很高了。第3关敌人的种类突然就丰富了很多。
每上一层都需要观察，有好的机会之后再向上攀登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翻车。街机版的机械手臂没有加入升级的元素，这点是比较可惜的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把抓取物品的功能变成一个可升级的元素，或者是可以升级抓取的距离。但是很明显，这款游戏的街机版本制作的时候就不是一个重点的项目，可能厂家也没有对它寄予厚望。其实这个系列活得还是很久的，不过大部分都是外包的作品，大家比较熟悉的估计也只有红白机的版本了，可能有个别的小伙伴玩过 GB 的版本。这两个机器人太讨厌了，他们俩的体积非常大，导致我不敢轻易的往上攀登。这里就是第3关的 BOSS 战部分。这里我也不是针对谁啊，我是说这款游戏所有的 BOSS 都是垃圾，包括最终 BOSS。第4关开场需要拆除这些机关才能开启闸门。我现在拿的枪应该是榴弹枪，击中敌人之后会爆炸。这个枪的攻击力很高，但是缺点就是只能一发一发的射。敌方出现了可以喷火的敌人，这个敌人的攻击还是很可怕的。因为这款游戏没有血条，被任何敌人碰到或者是攻击打到就是一条命。直升机也是一个新类型的敌人，他往下扔炸弹这一招威胁不大，最讨厌的就是下来撞你。因为有些场景咱们可移动的范围有限，如果这个时候他发动了撞你的技能，那基本上就是一条命了。我这一枪射得好准啊！敌人正好要跳下去，到了这样不断需要向上攀爬的平台，一定要小心。而且这款游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判定，就是当你发现有敌人跳出了屏幕的范围，他半天都不会下来的。一旦你向上移动，拖动了屏幕的卷轴，这个敌人马上就会掉下来，就像他在那儿卡住了一样。这种地方一定要慢，观察好了敌方的动作，因为每个敌人的习惯都是不一样的。个子非常矮的那种敌人，在原地站几秒之后，他才会开枪。飞机的话，如果你快速的向上攀爬，它也会向上攀升的。但是如果是连续的平台，它攀升的速度要比你慢，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干掉它。这种大型的机器人是会下来做你的。有些时候你刚向上爬了一个平台，马上就出现了一个机器人坐到你身上了。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没有办法的，因为游戏很多敌人刷新的位置并不合理。后面就是最终关了。这个流程比红白机要短很多。
最后一关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，咱们需要频繁的在平台之间进行穿梭。像这种障碍物，咱们只能通过上下平台来跨越，直接是跳不上去的。能够喷火的敌人，一定要找机会快速的消灭，因为它还是有一定耐久的。这些加分的道具其实无所谓啊，一个几百分。勋章的话，最多好像是1万，但是和1条命相比，我觉得还是命重要吧。有的加分的道具就是一口锅，300分，谁会拿命换锅呀？当然了，现在一般都是用废手机换不锈钢盆啊。目前这个版面应该是整个游戏最难的地方，敌人不仅是数量多，最难搞的是种类多。种类多的话，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，你想要找到机会就更难了。这发导弹咱们已经看到了，非常大，前方就是导弹的中控，咱们要把中控拆掉。这里上级了的话，直接就撞到飞机了。看着这个电脑，我想起了《联合大作战》的最终 BOSS。毕竟只是一台电脑，一枪就碎了。后边的流程是打最终 BOSS， 但是后边的流程难度比之前要低很多，敌人的类型也比较单一。这里的平台实在是太窄了，窄的我也不讨厌，但是不要每个都这样啊。最终 BOSS 的弱点就是不会蹲下呀，这样的话打完了通关。这款游戏大家云通关就好了，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玩，想要玩的话还是去玩红白机的版本吧。那好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西魔复活》，也叫做《生化尖兵》，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